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要来体驗這一台曾經在女用機車市場畫下濃墨一筆、紅極一時，甚至可以說是見證過光陽那段光輝歲月的存在 Kymco Mini LED。 Dead to me, R.I.P. buried. 무리들이 몰려온다 사자해라 미리. Dead to me, R.I.P. buried. 무릎 꿇고 고개 숙여 반성해라 피리. 왜 이래요? 잘못 오셨네요. 상관없는 자에게는 묻지 마세요. 江湖人稱廟會神車，看起來可愛，但據傳起步其實猛得很。起步油門100、40、50、60 ，OK。好，今天就来看看它到底是甜妹還是披着甜妹外皮的起步暴徒。其實呢，這台車是盛源車業的阿佑給我老婆的代步車，因為我老婆那台J瀑布經常維修中，經過全方位的排除狀況。哎，那剛剛是做什麼檢查？剛剛那個一台車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電，然後有油。對，那火星塞換過了，噴油嘴有噴油，那噴油壓力夠的狀況下，它應該就要發動。對，那它剛剛這兩個要素都有，對，所以然後去轉它的那個氣缸壓力，對，初步看起來是不夠，它沒有阻力，所以是沒有剛剛的意思嗎？對，所以還有得救嗎？可以啊，還可以修啊。會划算嗎？那修你覺得？要拆開才知道。哇哦，所以今天沒辦法塞，因為都快下班了，你們。對啊。好吧。而且這個還要再經過一些儀器去量啊，那個什麼鋼壓表啊。然後又緊急幫我調了一台代步車，對吧？聽說是廟會神車嘛？啊，對啊。哎，怎麼說？萬年不敗的神車，那個 New Mani， 它原本舊款是叫 Mani， 這叫 New Mani。哎，可以稍微介紹一下嗎？可以。哎，可是它的 size 比J瀑布還要小台哎。對，它做的比較緊湊一點。哦。它很新嗎？很新啊！哇，1000多公里而已呢。對啊，剛剛修完車呢。只是4V引擎，基本上0到50沒有對手，它很快啊。哎，跑給警察追沒有問題啊。那就看我老婆怎麼樣了。對啊，對。要不要先騎一騎再買一台？不過他這2天都騎 RT 都騎得很爽哎。我覺得他騎了 RT 之後哦，其實還就回不去了我覺得。試試看，說不定他會喜歡。好。不會吧？難道我老婆就不真的要退休了嗎？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在克里斯波體驗了 Mini 之後，依舊對 RTS 的表現欲罷不能，理所當然就把 RTS 當成了J瀑布回歸前的代步車。所以接下來就由我來分享 Mini 的騎乘心得。不過在那之前，還是先稍微補充一下克里斯波對 Mini 的評價。首先論整體性能，他還是覺得 RTS 比較好騎，但 Mini 調的空間讓克里斯波為之驚豔。除了前掛鈎終於能容下他的安全帽之外，就連採買日常用品，Mini 的載物能力也能更加為所欲為，甚至某種程度上，這才是 Mini 作為日常代步車真正讓他覺得方便的地方。OK， 那現在就先讓我在郊外感受 Mini 的動力，稍後再實際通勤，探索它較小的車身在市區為所欲為的程度為何。OK， 現在算是很基本的巡航狀態，時速大約67。OK， 那我先試試看67的油門100。感覺已經這個速度已經後繼無力了啦，到90了，攀升得非常緩慢。哦，懸吊還蠻穩的哦，一直這個橋還蠻顛簸的。哎呦，還行，到95車身還是相對的穩定。現在我主要是測試它的低速起步，因為聽阿佑說這個是跑給警察局都揪不到的，應該是走動它的，就因為它是4氣門嘛，所以它可能比較偏向中尾速吧，還是中速之類的。我看看哦，现在是时速 ，OK， 我後面有車，我先放慢。OK， 現在時速33，油門100。過了時速65之後哦，它的那個馬力峰值才慢慢往下掉的感覺呢。就是時速65之前是嗎？它的那個馬力峰值還蠻算是在平原地帶的。給我找個地方就起步好了，從起步看比較準。哦，好小一台哦。像我老婆。像克里斯波他是騎J瀑布125嘛，我感覺這台也是125，不過感覺整體上，不管是肉眼看還是騎起來，感覺Mini還是小號一點點呢。
的汽油格是怎樣？很有超多格的呢。正常汽油格就5格、6格嘛，它感觉超過5格的，蹦多少格？应該接近10格了吧？既然是我來體驗，UME bike是必須來感受的。其實我覺得這台車有一個蠻有趣的特點，就是它的聲浪跟它的這台車的外形有點搭不上邊，因為這台車的聲浪其實還蠻渾厚的嘞。不，你們聽得到嗎？就是沒有那種就是小鳥依人的感覺。聲音聽起來是蠻有，還算是銷魂的。先試看2段是UME bike好了。Okay. 哦，它的起步好像有點遲疑哦，好像大概過了時速20之後，我才突然間有那個拉扯感。哦。它声浪真的是有點派哎。OK， 奇怪，這隻壓還蠻軟的，其實，只不過怎麼就剎車的時候它不會什麼點頭哎。嚯，你們感覺到嗎？它的聲浪，嚯，不像女用車該有聲浪哎。對，後面沒有車。UME bike，對，它大概從時速大約22、23開始哦，突然間有一個動力湧現，時速大約22以下哦，就比較綿一點，比較空泛一點。然後過了時速大約22之後，我突然間有個推力很明顯，把你推到大約可能時速50、60吧，有一個很穩定的這個馬力平原，還蠻明顯的，還蠻鮮明的。哎呦，直接來上大菜啦！就是我上班途中交通最打結的地方，對，因為它是一個國道的岔口，然後它的道路規劃有點混亂，到末段的時候哦，機車跟汽車都會打結。感覺目前今天還好，今天還好，今天沒什麼需要轉的。在面裡的坐墊其實還蠻軟 Q 的呢。對啊，我這樣子跳起來壓下去哦，還會就是反彈力的感覺嘞。這個就很明顯比 RTS 還要舒服多了。這個台車坐墊，來試看UME bike，行駛中UME bike。啊，對啊，它的扭力會大概延遲1秒，或者是接近1秒才湧現出來。對，還蠻酷的。它的轉速我沒有看很清楚，轉速表達自己夠小的，反正就用體感感受到的就扭力就好了。對，就是簡單暴力。OK， 轉。OK， 可以哦，20以上果然是為所欲為哦。我覺得它剛好卡一個20，是一個很甜蜜的那個時速嘞。你看啊，像我現在我要過彎嘛，對，它也是降到大概23、22，對啊。对，UME bike，哟。感覺它那個你需要扭力的時速大約是20幾開始嘛？剛好這台是20幾，是巧合嗎？這還是一個都安排好的，就是要你20以上，動力隨傳隨到。然後20以下就讓你好好調整你要去的方向，你的車身姿態。調得好是嗎？你UME bike就是它的馬力峰值了。那後照鏡還有點小，後照鏡應該是為了可愛吧，為了造型可愛。畢竟女用車，感覺它的受眾哦，外形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量的點，對吧？這範圍有點小看得不廣，
只能說堪用。不要你可能你來看後照鏡的時候啊，你的頭去擺一擺，還去填充你要看的範圍。這台車高速比我想象中還要穩定耶。看沒有人孔蓋，去壓一下。它的懸吊，我覺得是它坐墊的關係啦。對啊，如果懸吊負荷不了了，坐墊就來湊。剛過幾個人孔蓋哦，感覺真的，過沒什麼感覺呢，酷。maybe 是懸吊加坐墊的效果吧。趕快，有沒有一拜？对啊，它的提速還是真的需要時間吶，就是大約50、60之後，它提速需要時間。哎呀，等，正常來說，我這個紅燈我不會等的呢。對啊，難道這也是指標之一嗎？這台車提速中尾數還是不夠快。對啊，這是住大名鼎鼎的大順路嘛，因為它有那個輕軌的關係，冰島這條路有點特殊，基本上你只要油門拿捏得好，速度抓得準的話你可以一路都是綠燈。哇哦！我這樣卡這個紅燈，感覺是不是它的加速水準跟不上 RTS 啊？來，再給大家聽下聲浪。很酷哎，它的动力是你一起步它會衝出去，可是就馬上掉下來，然後過了大約時速22、23之後再湧現。對，有沒有一半？對啊，起步那一下它還是有的，只是剩下的就努力等到大約20之後。哇，還蠻特殊的調教。哎呀，已經有沒有一半了。因為它真正最的馬力峰值甜蜜點是在22到50這樣子哎，對啊，然後50之後還是有一點動力，可是到70幾之後就很明顯就降下來。對，起碼它比較就好鑽啊。來，看看裝不裝得過？剛剛好。今天的路況它也沒什麼特別需要轉的呢，所以它的那邊的優勢還感覺不到。然後看這個人孔蓋，哎呦，其實還可以耶，我覺得是坐墊承受了所有。有，可以轉的嗎？不落腳。有，看一下左邊，這還有位置嘞，酷，果然是短軸距，車寬，我還感覺這邊它也比我老婆那台捷豹還要窄耶，感覺上啊，視覺上，前後碟剎還夠用，因為我覺得車子輕，很多東西都會自然放大了嘛，不管你的制動力還是你的加速力道。雖然就120多 cc， 不過加速力道真的意外，爽度還是有一點點的。主要是坐墊舒服啊，坐墊真的是很舒服，會反彈的坐墊。之前還沒有體驗過，是我的坐墊會反彈的。一路見證光陽高峰與低潮的獨特車系。如果要聊 Many 的傳奇，故事還得從17年前說起。回到2009年，第一代 Many 正式登場。在那個機車還比較強調代步與實用的年代， Many 就像是一道劃破傳統的色彩，把機車從單純的代步工具繪成了年輕世代的時尚符號。而市場也證明了 Many 並不是曇花一現。早在7年前的2019年 ，Many 車系在台灣總銷量就已經突破42萬台。雖然這幾年光陽在各個級距都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與低迷陣痛期，但 Many 車系就算原廠維持着有點佛系的經營節奏，
卻依然展現出非常頑強的市場底氣。光是上個月7月份，單月依然穩穩繳出1230台的銷售成績，自己就能扛起一片天。話說回來，女用車市場早已不再是只有單純的復古風，如今更湧現出許多設計前衛、風格強烈的全新車款，市場也面臨着重新洗牌的局面。那 Many 在台灣大街小巷裡依然是一個極具指標性且很難被撼動的車款。Many 更像是一個時代留下來的符號，也是光陽歷史裡一個至今依然難以被取代的名字。這大概就是 Many 最傳奇的地方，實在有夠浪漫。也許未來我們能夠期待這個車系稍微跳脫一下舒適圈，在保留 Many 靈魂的前提下，來一次讓老車主認得出來，年輕人也會愛上了改款，刺激刺激。OK， 我是克里斯，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，我們下次見，拜。